今天开始我将用6期的节目跟你聊一本书，就是这本《焦虑症的自救》。焦虑症的朋友们在发病初期一定会有很多的困惑，这刚一开始内心都是很崩溃的，身体上有症状，很痛苦，情绪也是持续的紧张恐惧，有的时候心情还很低落，就感觉对什么都没兴趣，想法也很乱，总是莫名其妙的担心害怕。在发病初期都会经历一个迷茫不知所措的阶段。首先呢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搞不清楚自己到底是怎么了。这搞不清楚也就罢了，有时候还会误解，甚至会怀疑自己是不是已经病入膏肓了。其次更不知道该怎么做，就不知道怎么去面对当前的困境。本期我们要聊的这本书《焦虑症的自救》一定会对你有所启发。我自己也是一个曾经的焦虑症患者，不得不说这本书真的给了我很大的帮助。我先为你介绍一下这本书和它的作者。作者克莱尔·维克斯，他被称为解开焦虑症密码的人。他在年轻的时候20多岁就已经是悉尼大学的博士了，就标准的学霸。后来呢，他就从事科研工作。就在那个时候他就亲身经历了持续焦虑恐惧的状态，而且持续了好几年的时间。而在当时呢，就是上个世纪30-40年代，那今年是2023年嘛，也就是70-80年前，医学界对这类问题就没有很明确的解释，在当时就叫神经衰弱、神经症，咱们现在都叫焦虑症了。现在焦虑症也是一个大类，就包括了广泛焦虑强迫症惊恐障碍，还有各种恐惧症比如说广场恐惧、电梯恐惧症等等等等的这些细分种类。那克莱尔·维克斯他在患病时在当时的医疗条件下没有很清晰很明确的治疗原则，但就在这种情况下，他是自己从中领悟，最终治愈了自己。那到后来呢，他在37岁的时候取得了医学博士的学位，就成为了一名内科医生。他就开始指导帮助世界各地的患者自救。很多患者就是通过他的分享听他的电台听他的录音带了解了症状的原因，有了信心，找到了应对的办法，逐渐的走出了焦虑。那再后来呢，也就有了这本书。说到这里按理说呢，这本书成书的年代是很早的，这是一本老书距离现在已经有几十年了。难道这个知识不应该是与时俱进的吗？应该是越新的越好吧？那我就说一说我的看法。为什么这本书它很特别、很经典，甚至在现在焦虑症群体当中还是有很多的人都在推荐它？我觉得有3个原因。第一呢，是这本书它很注重情感的关怀。因为焦虑的朋友们他们的状态一直都是紧绷的很敏感，然后放松不下来。有的人呢还有羞耻感，他会内疚自责，对自己的评价很低，然后经常的怀念过去，还觉得过去就是美好的，还担心将来好不了咋办。看别人呢，总觉得别人都是健康的快乐的。那在这种痛苦的状态里首先就是需要安慰，需要温暖，最需要的就是有人理解。那么这本书的语言风格就是对话的感觉你会感觉很亲切，就好像好朋友的口吻一样去关怀你，安慰你。这一点是我们焦虑的朋友很需要的。这对待正在焦虑的人态度一定不能去冷冰冰的说教，你就是哪有问题，你这儿不对那儿不好你就按我说的做就行了，这样可不行。我觉得对待正在焦虑的朋友，就像是对待在寒冷的冬天里那些迷路的人，他们已经饥寒交迫了，你一上来给他们讲大道理是没有用的。先把柴火点起来，先让它暖和起来，觉得没那么冷了，然后再寻找方向。这情感上的关怀和理解，我认为这本书做得非常好。第二点就是通俗易懂。在当时这本书出版的时候很多学院派的精神分析师
对这本书对维克斯医生的观点是很不屑的，就评价这本书觉得他讲的太朴素了，太通俗了，这一点也不高深莫测，也没提什么潜意识啥的。但这本书的确帮到了很多人。我觉得简单朴素一点就对了，因为它是拿来用的，又不是做基础理论的研究，也不是什么学术著作。这本书它就是面向普通的这些焦虑症群体，那针对的就是我们这些平民老百姓。本身正在焦虑的人状态也不好理解能力肯定要稍差一点，讲太多复杂的东西也吸收不了。所以在读这本书的时候呢，你不会觉得很难懂去绞尽脑汁的去理解、去分析、去思考，是不需要的。而且维克斯医生他在书里给出的建议都是很明确的、很清晰的。怎么看待症状，怎么看待药物，怎么看待电击治疗，包括一些细节工作生活怎么安排，给患者家人的建议里边都有。那么第三点就很关键了为什么这本书能够历经几十年到现在还有很多的焦虑症患者推荐这本书呢？为什么呢？因为时间证明他讲的确实很有用。有的朋友知道，现在心理治疗领域最权威、最有效的方法就是认知行为疗法。在我看来，维克斯医生的这本书其实讲的就是针对焦虑症、恐惧症、强迫症的认知行为疗法。所谓的认知行为就是说你得先了解你自己身上发生了什么是什么，为什么。首先对自己有所觉察，先搞清楚自己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搞清楚自己面临的真正问题是什么。那这个看法是会影响情绪的，这就是认知。那有了认知呢，知行合一嘛，然后就是行为。简单来说就是怎么去应对，怎么去解决问题。举个例子像是很多焦虑的朋友都有疑病，感觉心慌、胸闷头晕头疼，甚至惊恐发作感觉自己快不行了。他们感受到这些症状的时候就想了，肯定是自己有什么大病了，然后去上网查越查越害怕，去医院看了，检查了全身体检都好几轮了，发现没啥毛病，但就是还是不放心过一段时间又去查。这有的疑病的人查到连医生见了他都躲着。有的人呢是病急乱投医就信一些这些怪力乱神的东西，找大仙去消灾，最后越搞越偏，花了不少钱也没有解决问题。有的人呢有时候还想，哎呀，这医院都查不出来，肯定是这个疑难杂症觉得自己已经命不久矣，时日无多了。他们为什么总是疑病呢？你跟他们说，哎呀，你看检查结果都没问题就是你想太多了，你别想了，你就是没事闲的。说这些话对他们来说是没啥用的。事实是什么呢？问题到底出在哪儿呢？其实是他们搞错了就是认知有偏差。简单来讲焦虑症患者的躯体症状根源在神经系统，不是说身体器官有什么器质性的毛病。就说白了，身体器官都很健康，这零部件都正常工作。躯体症状呢，是交感神经太活跃，身体一直处在一个应激状态当中也叫搏斗逃跑反应嘛。那这个应激状态带动的一些身体反应，其实就是那些躯体症状。而且在心理上一直恐惧、害怕、担心，那害怕的想法和情绪在推动着，就会让自己更持续的紧张。而且自己越是努力的去抗争，反而让这个搏斗逃跑反应持续下来，进一步刺激这些躯体症状更长久，从而更害怕，最终呢导致恶性循环。所以先得知道自己身上发生了什么，先搞清楚状况，这是第一步，认知。那有了这个认知呢，就能打消很多的困惑至少是先减轻一半的恐惧了。这认知有了，然后就是行为，就是你怎么打破这个恶性循环，怎么去应对这个状态，怎么去转变当前的困境呢？那很多焦虑的患者之所以长期深陷其中不能自拔，不是因为他们懒惰消极不去改变，相反，这焦虑患者他们的求生意愿都是很强烈的，都很想解决问题，都很想快速的恢复到正常的生活，很着急，
甚至这个劲儿啊都用得太猛了，太过了。所以不是说他们不努力，而是因为这个方式错了。他们要么是努力的去抗争，要么总想逃避。那维克斯医生他给出的方法可以总结为8个字：面对、接受、飘然、等待。那么后面呢，我会单独讲一期我自己对这8个字的理解。那讲到这里啊，相信你已经大概了解了这本书具体讲了哪些东西了。我觉得这本书它的独到之处就是3点：第一，关怀加理解，不是一味的说教；第二，通俗易懂，很多莫名其妙的症状你都可以在里面寻找到答案，解疑答惑，让自己安心；第三呢，是一针见血的抓住患者的问题，也就是认知和行为2大方面。那这本书啊，我觉得最适合焦虑症刚发病的朋友阅读，或者呢是当自己信心不坚定总有一个反反复复的阶段嘛，反反复复的时候，怀疑的时候，也可以拿出来重新看一看，不断的坚定自己内心的声音。那说到这里啊，我们来分享书中的一段话：只要知道了神经症的发病原理，以及我后边讲到的如何依据原理来恢复健康，就不会觉得症状那么可怕了。疾病不是什么妖魔鬼怪，不需要害怕；恢复健康也不需要什么外在的神奇力量。生病只是身体对压力或者紧张做出的自然反应。只要消除压力和紧张，身体自然而然的就会自我修复，从而恢复健康。消除紧张的诀窍恰恰就是理解，这包括了对疾病产生原理的透彻理解。这段话呀，就把这本书的主题说清楚了。我觉得这本书讲的就是对焦虑症的理解。当你看清楚它，了解了你的恐惧对象之后，你也就不会把它当敌人一样去抗争或者逃避了。其实焦虑症啊，就是身体的一种自我保护反应。如果你现在正在焦虑状态当中，很痛苦，不如给自己一段时间，好好的去放松，去倾听自己的身体，顺便去整理整理自己的内心。我们一起补上这一课。最后，你也许会发现，焦虑症它并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可怕，甚至你会觉得它不是敌人，而是朋友。这本书在我看来，除了能够学到知识方法之外，还能给你最需要的2个东西。第一是面对它的勇气，第二是康复的信心。在这本书的第1章内在的力量里边有一段话：事实上，也许你已经绝望到了极点，然而无论你患有多么严重的神经衰弱，请注意这一点，无论多么严重，你都有可能康复，都能重新享受生活。这期啊，咱们就解读到这里，下一期我们就来讲一讲这本书里具体的内容，一起来看一看我们为什么会深陷到痛苦的深渊当中不能自拔，到底在我们的身上发生了什么。我是安大雄，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下期再见。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安大雄，为你分享我的焦虑康复心得。今天啊，咱们就接着来讲《焦虑症的自救》这本书，一起来揭开焦虑症的神秘面纱。焦虑症的患者在一开始知道自己得的是焦虑症的时候，第一反应啊，往往都是误解。有的人会觉得，哎呀，这个焦虑症是我精神出问题了精神病，就害怕的不行。因为我们啊，对他就缺乏了解，就脑子里边就没有什么焦虑症的这个概念。那在我们的固有印象里边呢，好像隐隐约约的就觉着什么焦虑啊、抑郁啊，就跟精神问题有关。这想到精神问题啊，就开始害怕自己是不是疯了，是不是精神失常了？当然不是这不会疯，也不会真的危及生命。我记得我自己在一开始也去过很多次医院就是为了找医生去求证一下。最后得到的答案都是说你没事儿，你要有别的问题早就给你治了
你那个呀就跟那个精神病就不是一码事啊，赶紧回去吧。这2句话呀就给你打发回来了。这是很多人他们的第一反应。那还有一种反应是什么呢？就觉得哎呦，怎么会是自己呢？觉得自己平时也没做什么亏心事啊，怎么这么倒霉，命怎么这么苦，就很难去接受。那上网一查呢，看有些内容写的还挺吓人的啊，有些人说这个10年8年好不了，自己就更害怕了，然后就陷入到更深的恐惧当中。这网上看东西啊，可得注意，很容易有这个幸存者偏差。其实好的人啊还是大多数的啊，你想一想啊，这个群体啊也很有意思。好的时候呢是不愿意看这类信息的，因为看到呢会勾起自己一些不舒服的感觉嘛，对吧？他们还是比较敏感的。这个时候呢他们也就不说话，就回归正常生活了。那么经常看到的呢都是一些抱怨症状的，找安慰的，找认同的，也很好理解嘛，因为难受的时候啊他无处宣泄，肯定啊就只能在网上说了。我就简单的举2个例子啊，说这2个反应。咱们读书呢就是得先把自己的看法呀先放到一边，然后来看一看这本书它对焦虑症的解读是什么。咱们这期呢就来梳理一下焦虑症的发病原理，看一看它从无到有的整个过程。大家看新闻啊也会看到，就近些年来焦虑症、抑郁症越来越流行啊，尤其是在疫情当中，据说新增了几百万的这个焦虑症啊、抑郁症的患者。这到底是为什么呢？那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有的朋友可能会说是压力。没错啊，甭管是长期积累的压力还是短期突发的压力，心理问题啊多少都跟压力有关。那么问题来了，有的朋友就说呀，我看我的同事、我的朋友，他们的压力啊也不小，他们怎么没事呢？为什么这么倒霉的事会降临到我的头上？其实啊，没有偶然，都是必然。这罗马呀不是一天建成的，这焦虑症啊也不是说你1天2天想得就能得的。所以维克斯医生在书里边就先给我们介绍了一个概念，叫神经性疲劳。我们啊就可以把它看作焦虑症的发育阶段积累的这个过程。就说的通俗一点啊，这个神经性疲劳啊就是压力对我们的身心所造成的影响。那这个神经性疲劳会影响哪些地方呢？会产生什么感受呢？维克斯医生啊就把它分成了4个方面，压力呢是从这4个方面逐渐渗透的。第一呢是肌肉疲劳，这个很好理解啊，像现在很多人都会有的啊，头疼啊，或者是肩颈肌肉的紧张疼痛啊，都是因为肌肉紧张所导致的。这个呢跟长期的低头看手机啊，坐着学习工作都有关系。如果姿势不正确的话，就会引起这个头部啊、颈部啊的肌肉紧张了。那甭管是什么肌肉紧张，都可以通过运动啊、放松啊、什么按摩啊，都可以缓解。那第二呢，就是情绪疲劳，或者叫情感疲劳，也就是压力啊对情绪的影响。那这个地方就很关键了，因为压力会影响我们的神经系统。那产生的第一个反应呢，就叫神经敏化。这个敏化说白了就是人变得更敏感了。如果我们的神经啊长期的重复的经受恐惧、担忧、内疚类似的情绪之后呢，就会快速的记录下来这个情绪感受。然后你就发现啊，受一丁点刺激就会触发这个情绪反应，而且越是重复的刺激，反应就越强烈。说白了啊，就是压力啊会让我们变得很敏感，情绪更容易激动，更容易一直紧张焦虑。长期的紧张焦虑会影响什么呢？就是上期提到的紧张所引发的应激反应或者叫搏斗逃跑反应。那我们的神经系统啊可以简单的分成2类。第一类呢就是自己可以控制的比如说我动动胳膊动动腿，我脸上做个什么表情，这都是自己能够掌控的这叫中枢神经系统。另一类呢是我们自己不能掌控的，比如说像是心跳、血压，这些我们没法掌控吗？我们不能发出个指令让我的心跳每分钟就跳多少次，这个谁也做不到。
是身体它自发调节的，我们是不能控制的，这就叫周围神经系统。但是虽然咱控制不了周围神经系统，但是有一点很关键啊，就是我们的情绪是会影响它的。但就在周围神经系统里边也分成了2大类，交感神经、副交感神经。那如果人在紧张状态里边，其实不光是紧张啊，恐惧、愤怒啊，情绪激动的时候，交感神经呢就会更活跃，它就会去支配这个副交感神经。这个时候我们的感受啊，就是心跳加快啊，血压升高，呼吸急促，血液呢都往肌肉里边加速的流动。那为的就是应对当前的这个危机场景嘛。那这个呢就叫做搏斗逃跑反应。其实这一点很好理解啊，就我们可以回忆一下啊，有的时候跟别人起冲突了，甚至是要打架的时候，那自己是什么反应呢？再想一想啊，晚上走夜路没有什么人，自己特别害怕的时候，是撒腿就跑，那个时候的反应啊，就是搏斗逃跑反应。那么交感神经它是怎样变得兴奋的呢？是激素导致的，像是皮质醇啊、肾上腺素这类压力激素，它们是负责传递信息。这些激素啊，它们就负责告诉身体器官，你要做好准备啦，现在敌人侵犯我们了，我们要全副武装起来，准备好去战斗了。那么神经敏感加上精神紧张，加上刺激身体分泌肾上腺素，对吧？然后启动这个搏斗逃跑反应，那身体呢就进入了一种应激状态。就这个时候啊，很多的这种身体反应都来了，像是常见的心慌心悸、胸闷、喘不上气手脚哆嗦颤抖、头重脚轻等等等等。其实这些反应都是压力是恐惧引发的，但是自己往往是蒙在鼓里，一点都不知道。然后自己就觉得怎么可能有这些感受呢？就开始害怕这些身体反应，就开始怀疑担心，就开始想自己是不是有什么毛病了是不是心脏有问题了？很多朋友都是从疑病开始的。那这种担心恐惧呢，又进一步的刺激肾上腺素的分泌，导致这个反应更强烈，然后更加恐惧。最终呢，也就是书里讲到的，就是恐惧到肾上腺素分泌到更恐惧的这个恶性循环了。恐惧的情绪还有一个影响，就是我们还会恐惧这个恐惧就是焦虑本身，就开始想就觉得哎呀，自己怎么这么害怕呢？不行我得勇敢一点。这个万一这个紧张恐惧了，影响我考试怎么办呀？影响我工作的状态怎么办呀？而且人们在这个状态下呢，就很容易把自己缩起来就更不敢去尝试，不敢行动了。尤其是不敢去一些地方，有的人呢是不敢开车，不敢坐飞机，不敢出门了。这就是在恐惧的基础之上又叠加了新的恐惧。那这个新的恐惧的对象是恐惧本身，或者是恐惧带来的这些感受。说白了就是怕自己更焦虑，怕自己更恐惧。书里边有句话说得很好，对患者来说，最大的敌人其实是对恶性循环的不了解。第3个影响就是心理疲劳，这个压力会影响你的想法和思考能力。很多焦虑的朋友都会发现，在发病之前自己的想法已经很灾难化了，很敏感了，想问题都想得很消极，想得很灾难。有的人呢也有注意力不集中记忆力下降的问题，就感觉自己的头脑变得迟钝了，思考问题、理解问题变得很慢，就脑子不好使了。或者呢是产生强迫思维也就是脑袋里边呢天天的绕来绕去的，总是担心那一个问题，反复的纠结怀疑一些很夸张的想法。这类想法如果我们不了解的话，就很难摆脱。强迫思维咱们后边会单独拿一期出来讲。除了上面这2点，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对自己的过分关注。那举个例子因为疫情焦虑的朋友大部分都经历过一个阶段，就是天天给自己测体温，天天关注自己身体的一些感受一些变化然后天天看新闻查资料，
然后对照自己的感觉在网上问医生，不断的怀疑自己到底有没有被病毒感染。就这种过分关注本身就是紧张、恐惧加神经敏感的结果。那最后第4个影响就是精神疲劳。那书里边呢形容的很形象就感觉身体像是被掏空了，就感觉没有力量了，对一切好像都很麻木，没兴趣，感觉生活也很灰暗，就没有能量，没有勇气去面对一天的生活。这个也很好理解如果神经长期敏感紧绷着，那天天搏斗逃跑，他能不累吗？肯定会透支自己的体力和精力，天天精神内耗，那状态肯定会消沉一段时间。这其实也是身体的自我保护，因为他累了他就要休息嘛。那神经疲劳的4个影响咱们就说完了，大家可以对照自己发病之前的一段时间，看看焦虑症是不是早就已经开始积累了。咱们说到这里这还是发育阶段还没真的点燃呢。那神经疲劳变成神经症的临界点是什么呢？也就是咱们现在讲的这个焦虑状态变成焦虑症的转折点是什么呢？维克斯医生认为在一开始长期的压力或者突发的压力确实导致我们神经敏感产生一些反应，但我们一开始呢并没有觉得恐惧，就没太担心，直到我们真的开始对自身的这些反应这些状态产生恐惧的时候，进入到这个恶性循环的时候，焦虑症就真的开始了。举个例子吧比如说我自己，就高中的时候呢，一开始呢是有点强迫，就对这个上厕所的事儿很敏感，就每个课间必须上个厕所。但是有的时候这老师上课不给你机会，有的时候连堂上嘛，当时就感觉很憋得慌，内心很焦虑，很挣扎。实际上呢，那就是一种敏感紧张所带来的一种憋的感觉。大概经历了1年的时间，就开始有点这个心脏不舒服，有点心慌胸闷。然后呢，我就开始注意到我左边的这个胸骨心脏的位置有点往里凹其实多少都有点轻微的漏斗胸。那看过医生呢也说不严重，但我总担心它会压迫到心脏我经常照镜子，从侧面看就感觉我的心就在一个很狭小的空间里边挣扎似的。然后就开始觉得真的有点憋闷难受然后就开始照镜子，反复的检查，看看是不是会压迫它，没事还去做2个心电图，当然结果也没啥问题。其实这个时候已经开始恶性循环了，从强迫上厕所到心脏焦虑，这就积累了1年多的时间，最后呢就惊恐发作了，然后真的开始恐惧这个感觉，这个恶性循环才真的爆发。也就是说焦虑症的出现呢，它是有一个过程的，这个过程呢短则几个月，那么长呢可能需要积累很长的时间。我们简单来说就是这个压力，它不管是长期的短期的外界的内心的，是导致我们敏感紧张，有一些焦虑烦躁，然后呢慢慢的产生身体反应不舒服，最后我们对这些不舒服的感受开始恐惧，那么恐惧加敏感加肾上腺素分泌，然后更恐惧，最后呢才把这个焦虑状态升级成了焦虑症。那讲到这里我们就把这个过程梳理了一遍，你可以对照一下自己，看看是不是这样的。那维克斯医生呢，他就把焦虑症分成了2个类型，一类呢是相对简单的因为有的人呢他就主要担心这些敏感神经引发的这些身体反应，比如一些躯体症状心慌胸闷担心自己是不是心脏病。还有的呢是天天的纠结自己的情绪想法，其实这个呢也算是身体反应的一种。这个简单类型的患者呢，可能是因为某个短期的压力事件，比如说外科手术、意外事故、生病或者是过度节食像是咱们疫情封在家里这些事儿呢可能引发了一些自己的身体反应，最后再加上恐惧共同引发的。那么这样的朋友呢，他们除了焦虑症之外在生活中呢没有其他的困惑，这个是相对简单的。第2类稍微复杂点，
是因为难以应对的压力事件内心的矛盾冲突、内疚或者羞耻感导致的。这样的人呢，是经历了长时间的内省心理上的矛盾挣扎，然后各种情绪的压抑，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产生的压力，然后慢慢的让神经变得敏感。其实区别起来呢也很简单，就这个复杂点的类型我们可以这么看就是掺杂了一些其他的心理问题比如说自卑心理做事完美主义像是讨好型人格，再比如说本身呢就有点社交恐惧。就是他们的神经敏感是因为长期的心理障碍、心理矛盾心结所积压而成的，不是因为短期的惊吓和压力引发的。这些人呢，他们对生活中的很多问题都有困惑和焦虑，这个时候再混合上对焦虑症症状的恐惧，所以相对复杂一些。那说到这里好像复杂的就更难好其实不是像我自己呢就属于复杂类型的从小就比较自卑情绪也比较压抑，什么事都往心里藏，很多心结都打不开。不过最后也都解决了。我觉得就不是难不难的问题只要是问题呢，肯定有办法，总是能解决的。就换个角度来讲，不管是简单的还是复杂的，其实就是身体它对你发出的警告。他跟你说你现在天天想的，天天做的，搞得大家很累对不对？因为人家身体呢也没法说话，他只能用这种状态来告诉你，你看我天天搏斗逃跑，我多不容易你就别瞎琢磨了，别折腾了，放松一点吧，把自己呢好好调整调整。其实我很理解大家在一开始我自己都非常不接受自己焦虑的事实，我最恨的就是他了，让我没法正常上学，没让我考上一个好大学。但是我逐渐的发现，他没有真的去威胁生命，没有让我真的就不能行动了，不能思考了。而我在了解焦虑症的过程中我也发现了，其实了解焦虑症就是在了解自己，重新认识你自己，重新看待自己的这个身体，重新梳理自己的过去，反思自己的内心和生活习惯。就正是有这份痛苦逼迫着我，才让我不得不去搞明白这些问题，去了解这个痛苦的根源，它到底是从哪儿来的。我觉得这就是成长，这就是修行成长呢总是上坡路总是有点累的。但就像是心理学家荣格说的，没有一种觉醒是不带着痛苦的。这期呢咱们主要是梳理一下这个过程，下一期咱们就来说一说维克斯医生的应对方法，就是面对、接受、飘然、等待，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对这8个字的理解。我是安大雄，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下期再见。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安大雄，为你分享我的焦虑康复心得。上一期咱们讲了焦虑症的原理好像听这个原理一点也不复杂，但是想一下子就好起来确实没那么简单。尤其是这个恶性循环，想打破它不光是需要认知上的了解，还需要行为上去突破，也就是学会怎么去应对它。今天咱们就来分享《焦虑症的自救》这本书里边最核心的8个字：面对、接受、飘然、等待。来说说我的理解和感受。很多具体的症状我就不单独拿出来说了因为呢大差不差，应对起来呢都是一样的。大家呢可以在喜马拉雅听书，或者买本书看一看，都可以。说实话，第一次看到这8个字有的朋友呢可能就想了什么面对、接受，什么飘然就感觉没那么具体你说点一些具体的方法不行吗？要搞那么抽象。有的朋友呢可能就会想，我一直在面对我也接受它了，但是这个症状咋还没消失呢？别急咱们先来看看维克斯医生是怎么总结这8个字的。他是用了对比的方式来总结的。他说很多患者所做的正好跟这8个字相反，他们总是逃避而不是坦然面对，
一直在抗争，而不是平静的接受；过分关注，不是飘然而过；急躁，急于求成，而不是耐心等待。他的总结我觉得非常精准确实咱们焦虑的朋友经常是这样的状态看到网上说转移注意力很有用，好，他就强迫自己转移注意力，每天就像热锅上的蚂蚁，着急忙慌的没事也得给自己找点事做。有的朋友呢是天天给自己打鸡血我要战胜它，我相信我一定能够战胜恐惧。其实这是一种较劲你想战胜它就是一种抗争那么还有的朋友呢就很着急总想赶紧恢复，赶紧回到正常的生活。那书上说运动有用，就逼自己每天运动，坚持了几天，发现效果也不是立竿见影，立马又放弃了，就开始怀疑自己看的这些书和方法，总觉得自己已经无药可救了。我这是随便举了几个最常见的例子，就可以看得出来这焦虑的朋友们，他们不是说不想恢复，不是说懒惰不努力是方向错了这个方向为什么错了呢？我们就顺着这8个字来仔细的梳理一下，最后呢你也就理解了，其实维克斯医生的观点呢确实是很有道理的。那么第一个，什么叫面对呢？有的人就说焦虑症的本质就是恐惧，战胜恐惧就是要直面恐惧。这个话听起来确实没毛病，但是想要鼓起勇气去面对恐惧，谈何容易在恐惧的情绪里边人本能的就会把自己蜷缩起来，稍微有点危险的尝试都不敢了。有的人呢甚至连这个焦虑症他都不敢去了解，都不敢看这个词儿，就躲着。咱们举一个很典型的回避的例子很常见的，比方说吧，就是我自己。在当时呢我就很焦虑心脏方面的症状，就一直不敢出门就觉得自己的心很脆弱，就怕自己出去了走2步心受不了了，万一在外边躺在地上发生什么意外情况了，没人救我咋办呀？然后就一直躲在家里，就不敢出去。其实暂时的躲一躲也就罢了确实会舒服一些，让自己放松一些。但是时间长了你就发现了，这不是一个长久之计。时间越长你更不敢出去了。就像有的朋友害怕演讲不敢坐飞机，不敢开车，有些时候呢你也不能不去。你发现躲的时间越长你就越害怕。为什么不敢去面对呢？如果已经体检过了，知道这个身体器官都没什么毛病，知道不会出什么意外，那为啥还不敢去呢？主要还是害怕那个症状，害怕这些身体上的反应，害怕自己呢万一出现什么不好的情况，打自己一个措手不及。尤其是像是一些恐慌感惊恐发作好像一到那个地方就会发生，确实是不舒服这个痛苦呢谁都不愿意经历。但是书里有一句话，有恐惧的地方就会有康复的机会。所以说我们一味的去回避是不能够真正的解决问题的。说白了该去还是得去，既然咱们神经敏感，最终还是得脱敏。那既然要面对，面对的勇气从哪来呢？首先还是认知就是咱们上期视频讲的，到底我们所感受的痛苦是从哪里来的，这一点得搞清楚。就说白了你不是害怕这些症状吗？那你得先搞清楚你恐惧的这个对象它到底是什么咱们可以打个比方，离着老远看着前面有条蛇，咱们都害怕蛇，都不敢面对蛇，蛇这东西太可怕了咬我一口让我中毒了咋办呢？但是这个时候就有问题了，你面前真的是一条蛇吗？可能是你看错了如果你尝试着走近了一看，嗨，是条绳子呀。这蛇我们不敢面对，绳子总行了吧？这咱们焦虑的朋友就是这样的。我们为什么一开始不敢面对那些恐惧的这些感觉身体的这些症状是因为存在误解，就觉得它太可怕了可能会要命的。就像我当时想的，好像我真的心脏有问题，觉得自己的心脏很脆弱。实际上呢，它并不是真的脆弱。其实上期音频就讲到了，
其实我们所有的这些身体反应、身体症状，其实只是一种身体上的一些感觉是神经敏感疲劳带来的结果，不是真的有什么大毛病。就身体的零部件它是正常运作的，就算是惊恐发作说白了也是一阵电流信号，就是它来了，它最终也会过去的。就像是维克斯医生在书里讲的，实际上你害怕的不过是一种身体上的感觉而已。通过这种方式去分析恐惧，把它看作一种符合特定模式，随着接受和放松而消失的身体感觉，你就揭开了遮掩恐惧的神秘面纱，进而发现自己神经衰弱的真相。这一切不过是心理因素在作怪。但是问题来了当我们鼓足勇气去面对自己的症状和那些恐惧的场景的时候就发现没那么简单。这确实需要一个过程需要耐心，慢慢来。没关系，咱们先准备好面对之后就要谈到第二个步骤，也就是接受了。到底什么是接受呢？维克斯医生的定义接受就是要身体尽可能的放松，然后勇敢的去直面那些恐惧的症状和可怕的经历，而不是躲避它们。接受就意味着放手，任其自流，就像风中的杨柳随风飘荡，以柔克刚。接受这个词儿咱们乍一听还是有点抽象的相信大家呢在网上看过心理学的一些书，都会看到接纳、接受这个概念。那到底怎么来理解它呢？我们也可以反过来理解，到底什么是不接受呢？这不接受是因为我们不想去经历这个痛苦，不想让恐惧到来，然后内心很挣扎总想去控制这个现状，总是希望现状是自己希望的那个样子，总希望自己现在是快乐的，是舒服的，最好一点难受也没有。但是好像我们又控制不了，做不到。无论我们给自己打鸡血，鼓励自己战胜它，去使劲的跟它搏斗、抗争，都没用。因为出发点呢，就是想要去消灭这些不舒服的感受，就觉得它是不正常的，不应该存在的。但是呢，我们越是躲着不想经历，越是较着劲儿的去抗争不就是在搏斗逃跑反应吗？反而让这个恐惧更强烈了。所以维克斯医生形容得很好，真正的接受就是放手，就任它自生自灭，对吧？让它来让它走，自己只需要很明确的知道，这些感觉不会真的要我的命的。也就是说在逃避和抗争这两个选择之外，其实还有第三种面对的方式就是不对它做什么，只是静观其变。那这个接受为什么有用呢？上期音频咱们提到过，其实我们所感受到的是这个交感神经太兴奋带来的一些身体反应。那它怎么才能不兴奋呢？这部分的神经我们又摸不到，看不着，也没法去控制它，控制不了。我们知道只有情绪才能影响它，但是这个情绪一上头的时候也很难控制。你会发现你是阻挡不了它的。那怎么办呢？那就不阻挡了呗。就像是我们在海边，在沙滩上一个浪打过来，这个时候该怎么办？有的人可能就是仓皇逃走，有的人呢是全身紧张的去抵抗。其实呢还不如直接躺平，就来吧。我知道你不会怎么着我的，我也知道你一定会潮起潮落，你只是暂时的来了又走，我只需要放平心态，让你自己去完成这个潮起潮落的过程。其实接受了，也就不再去额外的刺激它了，就没有这个紧张、恐惧、焦虑的刺激。说白了，咱就不给它火上浇油了，但这个恶性循环自己也就慢慢停下来了。同时呢，内心平静了，身体放松了，副交感神经开始活跃了，就跟这个交感神经重新平衡了，很自然的，这些反应呢都会减轻的。所以说焦虑的朋友们，不要天天想着我一定要面对它，可能我面对了我就不会焦虑的，
我一定会战胜他，他以后就不再来了。不要这样想，而是想着呀，没有什么成功和失败啊，就算焦虑来了，它也会过去，这一切都会过去的。书里有一句话，宁静就存在于恐惧的另一面。当我们慌慌张张心急火燎，对症状对自己的状态无可奈何的时候，不如这个时候就停下来，放弃去控制它，也不需要去改变什么，来就来吧，全身心的放松下来，不需要做什么，就这样吧。然后找一个最轻松的最舒服的一个姿势，放松全身，深吸一口气，再慢慢的呼出去，让自己的腹部肌肉放松下来，全身呢也跟着放松，就保持这个放松的姿势如不动。一切的症状、情绪、想法、感受就让它来，就像刚才说的维克斯医生形容的，就像风中的杨柳，随风飘荡。不要去硬碰硬，而是以柔克刚，要像水一样，这就是接受。第三步飘然。那什么是飘然呢？书里边就提到了一个例子也是很常见的。就说有个人他很害怕去某个场景，主要是怕去商店购物，但是呢他知道得去他就努力的强迫自己去尝试，结果发现就走到附近之后，全身就开始紧张。这人一紧张吧，他动作就僵硬了嘛，就不自然了。然后他就更紧张了，感觉自己的动作也不自然了，他又要让自己多放松一点，然后自然一点，然后他就更僵硬了嘛。然后他感觉每走一步都特别的沉重。然后维克斯医生就让他想象，就想象自己是飘在云朵上的。他就发现好像没那么紧张了，好像不难做到了。这个飘然也挺抽象的我觉得里边呢有2层含义。第一呢就是学会放松一说到放松有的朋友就知道对，我要放松，我要深呼吸，我要一整天都努力的放松自己。这刻意的去放松反而是一种使劲儿是在较劲儿，就是在跟紧张对抗了，是消灭紧张的一种办法。那这个时候呢就变成一种控制了，一种压力了。其实你努力的放松反而让自己很拧巴深呼吸一会儿，发现自己还没放松下来呢，然后感觉自己好像已经无法放松了，开始更焦虑了。其实放松的前提就是先接受自己现在的紧张，先允许自己紧张头脑呢不用想太多，就是这样吧放慢呼吸，看看周围的人事物，然后等待着，随着紧张慢慢下去了放松的感觉自然就来了。飘然的第2层含义维克斯医生的定义就是有意识的无所作为也可以翻译成老子的无为。什么意思呢？你看焦虑的朋友呢，他一直会盯着这个症状一直关注着它。就像我以前没事的时候就摸摸自己的脉搏，感觉心还跳不跳感觉一下心还跳着呢心率正不正常数一数感受一下，总是自己在那监督着，就反复的检查，这本身就是一种控制一种抗争一种过度的保护。其实自己也知道你说你压根儿没必要天天去盯着它，但总是忍不住，对吧？因为不放心嘛。而且你会发现呢，你越是反复的检查吧，就越容易焦虑变得更敏感，最后就变成了你不检查你不盯着你都感觉不踏实了。我们来看维克斯医生的原话有意识的无所作为是一个经常会用到的词语，同时也是飘然的另一个表述方式。它意味着放弃抗争，放弃试图控制恐惧的努力，放弃不断的自我分析想做什么的这些想法，都要放弃，因为这么做都会让你更紧张。同时它还意味着不要强迫自己像迎接挑战似的去面对每一个障碍，因为这也不是神经衰弱的出路所在。
也就是说呀，焦虑的朋友一直在想尽办法去解决问题，这反而是一种强化可能是你越解决越麻烦。面对、接受、飘然咱们都说完了，那最后一个就是等待。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他们最关心的问题就是到底得多长时间才能好啊？维克斯医生呢就说了，这取决于2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神经敏感疲劳的程度，第二呢是患者自身的恢复状况，就是自己的严重程度包括周围的环境家庭环境、家人的支持、自己的理解，包括行动包括生活习惯，可能都有关系。而且神经敏感的恢复呢，确实是需要时间的，尤其是这些痛苦的记忆也是需要时间来慢慢淡化忘记。那么正在焦虑的朋友都知道，恢复的过程总是反反复复、起起伏伏的。可能这几天挺好的，过几天一个事儿来了，咔嚓一下子又给你打回原形，就总感觉恢复起来总是有各种的阻碍。那维克斯医生呢，他就认为我们千万不要把这些阻碍和反复看作是不好的事儿。他认为这才是好的，因为这个阻碍呢，就会让你停下来去反思，就相当于是反复多次的去练习。在书里是这样说的，当经历了足够多的障碍后，症状一点都不重要的感觉就会越来越强烈，而且这种感觉会来得更快，同时记忆中的恐惧感会逐渐的消失，最后变成过去式。所以说焦虑的朋友们千万不要觉得一开始好难自己做不到你得想想我们是一直在成长的，这你现在做不到不代表未来做不到，毕竟我们每天都在跟焦虑贴身肉搏嘛，相当于是一直在积累经验值的，包括我们的身体状态精神状态都在恢复，这些细微的变化呢是一点一滴积累的，尤其是这个信心也是一点一点积累起来的。这陷入这个焦虑状态时间越长，肯定会长期的过度关注自己，对想法对情绪对身体的一些反应特别敏感。这种过度关注本身是需要放在生活中去慢慢疗愈的。那书里呢是这样说的，神经症的康复急不得，也逼迫不得，要想忘记就得接受脑中的一切想法，不管是平常的还是胡思乱想，目的就是让患者对平常出现的一切想法都习以为常，意识到这都是心理疲劳所造成的自然结果。再强调一遍，康复的关键在于不要认为疾病有多么的重要，是要看清这一切，而不是强迫自己去忘记。要做到这一点，必须有足够的时间。也就是说咱们一定要有耐心慢慢来比较快，别急着去定目标，我一定要在半年之内好起来。咱不要去考虑未来，就是现在能比之前好一点，那就很棒了。过了1个月，发现又有了好转。反复的时候呢，也不用害怕知道这是练习呢这是在考试呢，考验我合不合格呢。再多考几次就给我发毕业证了，是吧？我们一定要记着，我们已经不是最开始的自己了我们不断的在积累新的经验。遇到了新的问题没关系，停下来想想怎么解决，调整一下再继续前行，这就是等待。好了，那今天呢咱们就分享到这里，下一期我们就来学以致用，来说一说一些具体的问题，聊聊强迫症尤其是强迫思维这本书它是怎么看待的，告诉我们要怎么去应对。我是安大雄，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下期再见。自救这本书中，维克斯医生列举了很多的症状，比如最常见的
心慌、心悸胸闷、喘不上气、胃疼、头疼、失眠、手脚发抖惊恐发作、恐慌感、喉咙梗塞感、头鸣、脑鸣、对噪音敏感等等等等这些躯体上的呀，都随着身体的放松心理上的接受，再加上调养好身体状态搞好生活习惯，都会逐渐的好转。那在所有的症状里边，比较顽固的，让人捉摸不透的，就是强迫，尤其是强迫思维。因为躯体上的呢都好办算是相对实在一点，算是看得见摸得着的。但是想法这个东西太抽象了，你抓不住它，你摸不到它。咱们读书呢就是为了学以致用，咱们就来看看这本书对强迫的解读。在第23章，维克斯医生就把强迫分成了3种类型。第一种呢是只重复一些行为习惯这些行为本身呢并不可怕。比如说有的人害怕细菌嘛，反复的洗手洗手这个行为其实没啥可怕的。但是患者本人呢害怕的是这种不断重复的状态总觉得很苦恼，不洗吧又忍不住，感觉焦躁不安的，去洗了呢又担心自己是在重复强化这个强迫的行为。这是第一种重复做某个行为来缓解焦虑感像是反复检查门锁呀，检查煤气关没关，其实这都算是。第二种呢是反复出现的一些强迫想法，这想法一来恐惧的情绪也跟着起来了，想摆脱也摆脱不了，非常苦恼。比方说有的朋友呢会出现伤害别人或者伤害自己的想法，或者是害怕出现一些意外情况害怕自己做过哪些不好的事儿然后反复的在脑袋里边去找证据思考，反复的去检查确认，脑袋里全是这些画面。有的人呢是想到某些疾病就开始这个状态了，反复的纠结思考。比如我自己一听到什么心脏病什么精神失常这些词儿就感觉一阵恐慌，然后就开始总怀疑自己是不是真的有病了，是不是精神真的不正常了，然后就开始找证据了开始自己瞎琢磨了。强迫想法、强迫思维确实有点难缠。第三种强迫是什么呢？就是对自己的过度关注，天天盯着自己的情绪想法，好像注意力就完全的被锁定在自己身上了。就是你越是努力的去做事儿，你跟人聊天这注意力还是不知不觉的回到自己身上，继续盯着自己的感受想法然后再琢磨那些症状。就这个情况也非常常见。这3种强迫咱们看起来不同，但解决起来呢思路还是一致的。就像上期我们讲的，还是面对、接受、飘然、等待。咱们就把这3个情况分开来说。那第一种重复的这种强迫行为怎么办呢？比方说为了避免细菌感染反复的洗手。维克斯医生呢首先是指出了一个误区。他说强迫症的人总会犯一个错误，就是总是在对抗它，总想停止这个行为，想忘记这个习惯。他说这样做的话永远不可能治愈，因为这就是一种战斗一种搏斗逃跑这其实是在强化这个行为，让这个行为呢更深刻地印在脑子里边，而不是真的忘记。那该怎么做呢？首先我们还是要先搞清楚一点，如果一个人反复洗手，反复确认煤气关没关，其实没有任何的问题我就喜欢洗手，我就是严谨嘛，对吧？我就是爱检查这些门锁，检查煤气，没有问题他一点也不恐惧的话，啥问题都没有，我就爱干这个，怎么了？但是问题来了，那你像强迫洗手重复这些行为的人，他们做的时候是带着紧张、焦虑、很绝望、很恐惧的感觉去做的。这种紧张和恐惧呢，又让自己变得更敏感。这个时候满脑子都是自己恐惧的那些想法比如说真的怕细菌感染导致自己生病怎么办？担心门没锁被小偷进去偷了东西怎么办？自己呢也知道这是一种强迫的想法、强迫的行为，然后包括是一种焦虑感，然后你不断的去说服自己，没事不是细菌的问题是我紧张的问题。就你说服自己要去战胜它也不行，其实这也是一种抗争。那该怎么办呢？维克斯医生说
首先呢，你必须要接受一个事实，就这个行为还会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存在，因为这是你敏感的状态决定的。先接受了做的时候呢，先让自己没有困扰其实做一下也无妨就那意思是不要带着这种紧张和害怕来做做就做了，然后慢慢的呢就能摆脱这种紧张，先让自己不再敏感，紧张感、焦虑感下来了，等内心平静的时候呢，才能真正冷静的去看待这个强迫行为的源头比如说强迫洗手的人呢，是对细菌有恐惧嘛，那这个时候才能看清这个恐惧。说白了，就是等情绪缓和一些了，这个时候再去慢慢的调整认知这就相对简单了。第二种强迫呢，是强迫思维强迫的想法、强迫的观念。那这些想法呢，往往很难用行为去检验了比方说举个例子，就有个人他在看新闻的时候看到了一个关于小孩的恶性事件，当时让他很震惊。他当时也是一个焦虑状态嘛，然后他突然就想到了，哎呀，我不会对我的孩子也这样做吧？然后他就特别的恐惧就想我为什么会有这种想法呢？难道我内心这么邪恶吗？我不能这么想。同时呢，他也怀疑，会不会自己真的会去那么做？就开始质疑自己，然后不断的去找证据来说服自己，我一定不会那么做的，我一定不会那么做的。你发现越说服越没法确定了，然后就经常就想起来这个事儿，想起来呢就一直在纠结，一直在寻找证据，一直在恐惧。那威克斯医生说其实这个想法是怎么来的呢？还是因为敏感，这敏感的人呢就会对那些恐惧不安的想法做出一个非常强烈的反应，就这个情绪一上来又会让他更关注自己的想法他越紧张呢，就越是在强化这个想法的存在。其实还是一个恶性循环，就命令自己不要想了，其实也是在想对不对？那怎么办呢？他说第一步还是先接受这个恐惧，就是说就知道自己是太敏感了，只是被这个感觉给误导了，被这些灾难的想法呢给吓到了，仅此而已。那第二步呢，就等这个情绪先冷静一些了，然后再开始尝试去看清事实真相。真相是什么？真相就是你不会那么做嘛，那只是你害怕自己那么做。就像是我们都想中彩票吧，但那个都知道是幻想，就买了就没中过呀。那到底自己会不会伤害自己家人呢？当然不会了，因为你的生物本能就不允许。那甚至家人遇到危险的时候，本能是什么呀？是奋不顾身的去救他。这怕还是因为在乎，这在乎呢是因为关心和爱，是不希望他们受到伤害，这才是真相。其实书里是这样说的，开始时你也许只能瞥见一眼真相，但是通过练习，真相会越来越清晰，直到你牢牢地抓住它，从而使强迫观念渐渐地失去意义，最后被真实的观念所替代。那么第三种强迫，过度关注自己怎么办呢？很多焦虑的朋友他们会一直盯着自己身体的感觉情绪想法的变化，甚至达到一种近乎痴迷的状态可以说每天都在研究焦虑症，比那些学者还认真每天呢都在看各种网上的说法，自己呢也天天琢磨。其实这种内省，这种反复的思考纠结就很容易导致我们疲劳咱们用现在流行的话讲叫精神内耗，其实这也是一种焦虑。这种情况呢不能说是罕见，其实普通人他对一些麻烦事也会这么想一直纠结，一直反复的思考也会的，但是呢他不会这么痴迷，就可能去打个篮球跟朋友聊聊天吃顿饭是吧，看看电视剧就给扔到一边了。这个时候呢大脑就趁机放松下来了，得到休息了。这威克斯医生呢也知道咱们没法做到这样，但是咱们可以怎么做呢？先接受这些想法，先接受当前这种敏感的状态。咱不是先解决这些想法，
解决自己过度的关注，解决自己强迫的行为，而是怎么样呢？先共存，先学会跟他相处就把它当做什么呢？一个背景噪音或者是当做自己的一种习惯或者当做一些杂念，对吧？你杂念就很正常嘛，对吧？普通人呢也会有杂念，那既然它是背景噪音是一种习惯，是一种杂念，那你不需要天天想着怎么刻意的去摆脱它了，对吧？平时就把它放到一边了嘛，你就不再执着它了，也不再去担心、紧张、害怕它了。也就是说，你这个时候思想也就不再那么僵硬了只是天天盯着这一件事儿，不会了。逐渐的呢，慢慢你的注意力就回到生活当中了，慢慢的呢，它就变得不再重要了。这种习惯也是需要时间来淡化的。那说到这里呢，有一些朋友也会担心感觉自己头脑迟钝了，感觉自己的记忆力没以前好了，理解能力下降了这个时候就开始怀疑到底能不能恢复呢？其实不用担心，维克斯医生也特别强调了，这种状态导致的脑力疲劳它是一定会恢复的。如果大家还是担心可以看看我的节目，对吧？大家看看我的理解能力怎么样呢？其实都是会恢复的。在书里有一个总结，我觉得很好。强迫症不过是由恐惧和疲劳引发的一种习惯。如果你能这么看强迫症就没那么可怕了。恐惧一旦消失，留下的只有记忆，而记忆是会被时间冲淡的。这3种强迫我们就讲完了。大家听完呢，相信你也应该有了方向，知道怎么去应对强迫了。其实跟上期的内容也是一致的。首先就是搞清楚它为什么，然后慢慢的放下对它的恐惧。那么敏感的神经呢，它慢慢恢复下来了，内心平静下来了。有的时候呢，你会发现不知不觉，有的时候就没想到这些强迫的想法，也忘了做那些强迫的行为了，反而感觉很轻松。这个时候就对了。但是如果它再次出现了，我们也不要灰心丧气。就像维克斯医生说的嘛，就是个习惯嘛，你习惯养成了，就跟那个戒烟戒酒一样，总是会有个过程的。就把它看作是自己一个很特别的习惯也就好像没什么了。像我自己对于我尿频老想上厕所这个事儿也是这样看待的有的时候就忘记了，突然想起来，好像好几个小时都没上厕所了，对吧？就开始怀疑了。其实真的就是一些强迫的想法，一些紧张的情绪一些神经的敏感所导致的。就算是最难缠的强迫思维，大家可以想一想，我们从小到大有过多少的想法数以亿计，数不过来。想法来来去去，他们最终都怎么样呢？都过去了。过不去的原因也很简单，是我们给它画了一个红线，我们觉得它太重要了，我们对它太恐惧了，太敏感了。而当这种紧张、恐惧、敏感逐渐减轻了，这个想法就会跟其他的想法一样，逐渐的就会淡化，慢慢的就会遗忘。这个过程不需要我们努力的去做，是你不用怎么去处理它，放下它，它自己慢慢的就飘散了。好了，今天呢咱们就聊到这儿了。下一期我们就来看看这本书里边提到的其他问题比如说抑郁和复发到底该怎么看待。我山大熊，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下期再见。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安大熊，为你分享我的焦虑康复心得。今天咱们继续来讲这本焦虑症的自救。其实焦虑症在情绪上对人的折磨不仅仅只是恐惧、焦虑，还会掺杂很多其他的情绪，失落、悲伤、抑郁、后悔，有时候还自责，还抱怨。因为确实焦虑症会影响自己的状态，搞得自己没法正常的工作学习。
影响家庭和事业发展，感觉每天都度日如年，很难熬，看不到任何希望对自己的未来呢也没有信心，甚至逐渐的对周围的事物都不感兴趣了，提不起兴致来，啥都不想参与了，就完全的沉浸到自己的世界之中，感觉一切都是灰暗的，感觉生活毫无乐趣。有的听众朋友都知道焦虑、抑郁、强迫这三个经常是三兄弟，他们经常在一起混。焦虑的人呢都会有抑郁的状态，抑郁的人也会有强迫思维。所以今天这期节目前半段咱们先来聊聊抑郁的问题，后半段呢我们就来聊一聊时好时坏、复发与反复的问题。有很多焦虑的朋友他们会焦虑自己的抑郁，什么意思呢？就是他们也会担心，哎呀，我现在这个抑郁状态会不会发展下去变成抑郁症再变得跟那些明星似的，像张国荣我再想不开，我跳楼咋办呢？首先呢还是得先搞清楚焦虑的人为什么会抑郁呢？维克斯医生在书里是这样说的，抑郁是内在极度疲劳的外在表现。其实很好理解你看焦虑的朋友一直是在持续的紧张恐惧，相当于什么呢？一直在搏斗一直在逃跑就像手机一直满载高负荷运行，那这个电量很快就消耗的差不多了，得充电了，这手机它也就开启缺电保护了，它就开始卡顿了开始限制你的一些操作了，对吧？而且呢焦虑症的痛苦程度说实话一点也不亚于其他的疾病比起那些什么失恋事业失败比这些伤心的事儿还折磨人呢。而且身边的家人朋友有时候也很难理解自己呢也很难接受现在的状态，感觉自己变得很颓废很消极，像是变了一个人不喜欢这样的自己。这时间长了自我否定加上精神内耗，也就难免会抑郁，这心情反正是好不到哪儿去了。有的朋友就担心那我会不会抑郁症了，想不开呢？说实话咱们大多数人对抑郁症的了解也是很缺乏的，还是一堆刻板印象。平时呢就是看新闻才知道的嘛，那新闻这个东西经常就是某某明星什么抑郁症自杀了，但其实我们又搞不清楚这个事实真相到底是怎么回事，到底他们遭遇了什么咱们也不知道。而且呢这也是幸存者偏差，新闻呢都是报道坏的，好的就说的很少嘛。其实抑郁症的人大多数都是好起来的，好起来的方法呢也跟焦虑症呢有相通之处。其实对抑郁症的恐惧也是一种疑病思维的体现。这抑郁说到底，这人心都是肉长的嘛。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在痛苦折磨的状态里边，是个人都是挺脆弱的。有时候呢偶尔肯定会有轻生的想法比如我自己当时也是觉得这么难受这未来呢也可能说考不上什么好大学了，可能前途也毁了，要不然重开吧老子18年以后又是一条好汉。但这种想法也是在那种难熬的状态下就看不到希望了才会去想的，这也是合情合理嘛。但其实也就是想想，也不要怕自己真的就那么做了。之前我们也提到过了，要理解理解自己的现状，接受自己的脆弱，然后我们就来看看怎么去缓解这个抑郁的状态。看看维克斯医生的建议。他的第一个建议就是找点事做无论是工作还是自己的事儿，还是对自己恢复有帮助的一些行动，哪怕是兴趣爱好也行，就是不要坐等着恢复天天盯着他跟他较劲，完全没必要。而是什么呢？去充实一天的生活，可以给自己制定一些简单的计划，那我们就做点力所能及的事儿。因为这样做有很多的好处。首先呢，外界的事物它会吸引你的注意力。其实生活本来就是由这些日常的小事儿组合在一起，这些细微的东西
才是生活的乐趣。而这些事情本身呢，就会给你带来一种新鲜感。比如说像清晨的阳光洒落在窗台上，你可能去看一看你养的小盆栽，给它浇水，你发现它又长了新的叶子，突然发现它开花了。就是这些细微的感受，细微的变化，这就是幸福的来源。但是焦虑的朋友经常不这样。他们怎么着呢？天天思考，很少去感受。这想的很多吧，做的又很少。举个例子比如我自己当时在家休学嘛，那心理医生让我去晒太阳，我说行啊，我说那我去。我很听话的，然后我每天都到公园那个椅子上坐着，平时天气也挺好的，阳光很温暖空气也不错，但就是满脑子都在琢磨啥呢？哎呀，你看我怎么能坐在这儿呢？我应该在学校上学呀。你看其他同学都在努力，我怎么变得跟个退休老头似的，像个异类？我是不是已经被社会抛弃了？你看那个老太太不会是在偷偷看我吧？是不是她也觉得这个年轻人怎么不上学呢？觉得我是不是特别奇怪呀？说白了，就是满脑子都是自己和自己的那点问题，对自己的评判、否定、后悔、内疚有时候还经常抱怨假如我要是怎么样，就不用受这个罪了吗？当你沉浸在自己思想的世界里的时候你也就注意不到现在的阳光和风景了。所以维克斯医生就建议这抑郁的人可以试着多出门去找点事做，感受一下阳光，呼吸一下新鲜的空气，看一看广阔的天空，多接触一些新的人事物，这些氛围会把你带出来。比如说看看电影去爬爬山跟朋友逛逛街去探探店看一看有没有藏在角落里的美食。就说白了，就是你不要想着我一定要摆脱抑郁，我要自我疗愈，不是的，而是放下自己，让生活来疗愈你。第二点，维克斯医生也强调了，他说抑郁的不是这个世界，只是你自己，这世界还是那个样子，它没有什么变化，它还在等待着你去探索它，去发现它的美好。只不过现阶段你的状态很差，需要休养，需要耐心地调整好自己不用着急。等你调整过来了，你发现这个世界又开始变得丰富多彩了。那关于抑郁我们用书中的一段话来收尾。当你停止无谓的恐惧、抗争或逃避时，疲劳便会得以缓解，抑郁也会渐渐地消失。你现在的身体就像是一辆快放完电的汽车，如果你不停地发动汽车，电池就不会有充电的时间。但如果你能放松下来，而不是一味的担惊受怕，生活的乐趣就会重新注入你的身体。抑郁不会永远存在的，所以你应该满怀希望地向前看，并飘然地度过这段时期。最重要的是，你必须记住，抑郁的是你，并不是这个世界。抑郁咱们说完了，再说说反复和复发的问题。焦虑的朋友经常是没有信心的因为这个焦虑一定会经历一个时好时坏的阶段就是反反复复，经常好几天坏几天，最近感觉挺好的吧，结果一个事来了就给你击垮了，立马打回原形真是这个磨人的小妖精而且感觉情绪很容易激动，还是很敏感很脆弱的，尤其是一想起来以前的那些感受就会心头一紧。当状态差的时候呢，自己心里就嘀咕了，你看好了几天又回来了吧，还一个不少，是不是我真的已经无可救药了？那些方法什么的都是没用都是废话呀。老话说得好一朝被蛇咬，是10年怕井绳。这个情况怎么看待呢？这本书的第33章就是维克斯医生专门写给这些害怕复发的人。他说很多人都会害怕反复，害怕复发，然后尽可能的想避免去想到它，总想忘记它，总在祈祷一切都是顺利的。他说这样的心理是不对的，
因为这说明啊，你还是恐惧它。他的原话说得很好，你一定要看清未来，你唯一的敌人就是你自己的恐惧心理，是恐惧把你搞得不堪一击。如果不再恐惧，那神经衰弱也就不复存在了。神经衰弱不过是恐惧引起的一种表现而已，症状不过是身体的夸张反应而已。也就是说呀，我们之所以觉得自己很脆弱，总感觉心不踏实，还是因为有恐惧。恐惧呢，其实就是焦虑症的本质。如果你害怕复发，总是时刻警惕着，这也不敢做，那也不行，就会搞得自己很疲劳。其实这也是一种敏感，没有恐惧也就没有焦虑，神经系统也就不会亢奋了。当内心镇定的时候，平静的时候，你根本不可能产生焦虑。那如果恐惧再次出现怎么办呢？不管是躯体、想法还是情绪，他们又来了，该怎么做呢？维克斯医生就说呀，恐惧刚出现的时候威力最大。如果这个时候你能坚守阵地，放松身体，不为所动，恐惧就会慢慢的撤退，甚至消失。如果学会了这样的方式去面对恐惧，就把它看作身体的自然反应，你就学会了摆脱的方法，你也就跨出了这个恶性循环。虽然它偶尔可能还会骚扰你，但是你已经知道如何应对它了，所以恐惧也就不是什么问题了。慢慢的，你也就不会再在意它了，因为它不再重要了。那既然知道了面对反复的态度和方法，那怎么来理解自己反复的这个阶段呢？维克斯医生用了很形象的一个比喻说我们的恢复就像什么呢？就像爬山一样，有的时候你看似在往下走，好像是走到一个山谷里了，看不见太阳了吧？但其实这就是上山的路，这起起伏伏才是正常的。你爬山的时候被小石子绊一脚也是很正常的。这虽然起起伏伏但是大的方向总是上升的。当然了，这个状态确实是很磨人的，考验我们的信心呢。但信心就是在这屡败屡战之中，在反复捶打之中才产生的。其实我觉得最大的信心不是跟着现在的状态走的，就是我们相信也许现在不太好，但是明天可能会更好。因为时间是伟大的，我们也在成长，我们一定要相信成长的力量。抑郁和反复的问题咱们就讲到这里了。感谢大家的收听，下一期我们继续分享。我是安大雄，一切都会好。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安大雄，为你分享我的焦虑康复心得。这期咱们来选一些问题，因为咱们焦虑的朋友确实有太多的困惑。咱们来看看维克斯医生他对这些问题的看法和建议是什么。这第一个问题就是吃不吃药。很多朋友就一直很纠结。维克斯医生呢，他的看法不是反对，也不是鼓励。他认为药只是一个辅助，只是暂时缓解一下神经受到的刺激。具体的剂量呢，还是要遵医嘱。如果这个量太大可能会导致嗜睡或者是抑郁的问题。要确定合适的剂量，就需要跟医生沟通，也需要尝试。但是不要自己去随便增加剂量，就是要多跟医生沟通。他在书里说他觉得患者必须亲身体验这些恐惧的经历，才能学会面对、接受、飘然等待的应对方法，才能掌握真正有意义的，能帮助到自己的行动，才能找到内心正确的声音。药物的好处就是能在痛苦的时候，在人受不了的时候，缓解疲劳，减轻痛苦。所以他的原则概括一下，就是暂时使用，因人而异，作为辅助来帮助患者面对恐惧。第二个问题就是咱们焦虑的朋友经常会觉得自己变得不正常了跟别人不一样了。
跟别人交流的时候呢，总感觉有一层隔阂，好像不是一个世界了。有时候呢，感觉自己像是变了一个人性情大变，好像融入不了人群里了，就感觉自己变得很冷漠，总担心自己回不到以前的那个状态，也很担心别人对自己有什么看法，害怕别人对自己有什么偏见觉得自己不正常啥的。那这个该怎么办呢？威克斯医生说呀，不要假装自己很正常不需要努力的强迫自己表现得像个正常人一样，而是什么呢？就是做好该做的，在现阶段做点力所能及的，然后静静的等待恢复肯定是会恢复的。在恢复的过程中呢，自然就融入进去了。那别人对我们到底有没有偏见呢？实际上大部分人对我们是没啥看法的。其实你想一想每个人最关心的都是他们自己。别人看到你可能只是好奇，就看你最近好像气色不太好他们可能会关心你一下，是不是最近太累了？其实就一般人就不关心的话，他也不会对你有什么偏见歧视很多时候都是自己太敏感了。就像我自己当时休学在家嘛，我就特别害怕在路上碰见我的同学，我就害怕他们问我，你怎么没上学啊？我总感觉他们会对我有什么看法。实际上呢，很多年以后我去参加同学聚会，我就问他们嘛，你们知道我当时休学是为什么吗？他们竟然很诧异。有的同学就说你不是一直在班里吗？另一个同学就说我好像记得老师说过你转学了还是转班来着什么来着。然后我就笑了。我笑谁我就是笑我自己。说白了，别人都懒得关注你。这还是咱们自己把别人的看法看得太重了，也就是自己太关注自己了。就算是真的遇到了，威克斯医生也说了，有误解有偏见真的不必在意，这只是你暂时的状态。威克斯医生还分享了他认为的3大法宝，就是工作、勇气和信心。咱们交流的朋友在开始的时候可能很难正常的工作学习，不得已在家去休养一段时间，把工作把学习放下暂时休养一段时间没毛病，换个环境也可以。但是一段时间之后自己可能就发现了，没事做的时候呢，容易胡思乱想，一下子感觉好像生活很漫长很煎熬，其实也会担心自己将来没法融入社会了怎么办。而且有的朋友也发现了，他发现有事做的时候这些事把自己的注意力吸引走了，反而感觉好些了。但是要全身心的把自己投入到工作当中，这个糟糕的状态还是不太行，经常影响自己的正常发挥。那像刚才说的，如果把工作当作减轻焦虑的方法，好像也不对。就努力的用工作来分散注意力这就变成了一种刻意了，就是用工作去抗争它，去摆脱它了。那威克斯医生是这样说的，他说带着焦虑工作的人要准备好停止抗争，要接受神经敏感在他投入工作的时候玩的各种小把戏。他说一个人一旦有事做了，这个时候就能把他的大脑分成2个部分，有一部分承受着这个痛苦，另一部分就开始接受，飘然的等待恢复。也就是说你不需要刻意的去追求什么就用投入工作来减轻焦虑是没必要的，而是什么呢？就把这些不舒服的感觉当做一个背景噪音就放在那儿，随着眼前的手头的事情一边在进行，咱们一会儿忙这个一会儿忙那个一会儿跟人说话，中午又一块吃饭去了，这些场景的变化很自然的就会吸引我们的注意力。当内心没有了怨恨，没有了恐惧，也没有抗争的时候，内心平静下来的时候，这些感觉它们自己就减退了。在这个时候我们才能得以恢复。那说到这儿有的朋友可能就问了，说的容易但是我就感觉我的脑子不如以前好使了，
那咋办呢？维克斯医生说啊，这个情况也很常见，但是要搞清楚一点啊，不是你的脑子不好使了，而是它的速度变慢了。所以啊，要让自己慢慢的思考，而不是要求自己像以前一样，然后每天都在回忆，我以前效率多高啊，脑子多好使啊，然后整天对现在的自己不满啊，千万不要这样。那么针对工作这一点，他给出了几个建议。第一呢，就是全身心做事的时候，就是要接受神经玩的各种小把戏。第二，放松并接受大脑的迟钝，让它慢慢思考，不要急躁，平静最终会帮助你恢复。第三，如果你是家庭主妇或者呢就是在家休养，不要整天一个人待着，有空闲的时间多去找点自己感兴趣的事儿来做一做。第四，可以试一试跟别人合作，一起来做一件事儿。第五，焦躁不安的躺着，还不如活动起来呢，不要总是躺在床上。那三大法宝第二就是勇气。这维克斯医生说呀，说很多人都知道自己应该要勇敢的去面对它，但是他们只是脑袋里边想就知道自己应该要勇敢，但是他们并没有真正的感受到勇气。这个勇气其实是发自内心的。勇气不是说我们想一想好像就有了，它是可以感受到的。他说说你可以尝试这样去感受一下，静静的躺着，去想象一下你最渴望的东西或者是你最想要实现的那种生活也行，去想象它，去身临其境的体会那个场景，它就像是真的已经实现了一样，你已经就在那儿了。去想象一会儿，这个时候你可能就会感受到内心升起了一种渴望，这种渴望往往是从身体内部胸腹部开始升起的。那这种渴望就是勇气和信心的来源。当你感觉没有力量去面对生活的时候，可以尝试一下这个方法。三大法宝的第三个就是信心。这信心说起来容易好像也是挺抽象的。那什么叫信心呢？信心也是从对焦虑症对自己的现状的看法里来的。其实很多人在一开始把焦虑就看作是一件不该发生的事儿，它是一场可怕的灾难。那面对灾难，就搁谁都没有信心对吧？所以我们得想一想，它真的是灾难吗？看起来好像确实这样让自己没法正常的工作生活。就像我之前也觉得就是他把我搞得像个废人一样，但是后来我的态度就有了很大的变化。我确实发现他还真的不像什么癌症什么那些大病把你的这个生命都剥夺走了，还真没有。而且他确实把我们引向了一条其他的我们从来没有认真去了解过的道路。其实我们想一想，我们从来没有认真的去观察过自己的内心。平时呢总是忙忙碌碌的，忙着考第一，忙着赚大钱。到底什么是恐惧？幸福到底在哪里？在我们的成长过程中没有人告诉我们，我们自己也从来没有去研究过，没有去思考过。就像荣格说的，向外看的人在做梦，向内看的人清醒着。所以也许我们是时候补上这一课了。那么当你停下生活的脚步，开始重新梳理自己过去的经历，开始观察自己的内心，也就开始打破旧有的模式，开始塑造新的生活状态了。所以就把现在的这个糟糕状态当做一次蜕变成长的机会。就像是破茧成蝶，总会经历痛苦和挣扎。那信心是什么呢？我觉得每个人信心的支点可能都不一样。有的人愿意相信未来愿意相信自己未来能好，是因为自己的家人，是希望能够陪伴孩子长大。有的人呢是希望自己好了以后能多看看这个世界，
去看看这个世界美好的地方。有的人呢，可能是有自己特别喜欢的事情，特别想要完成的事情等着他去做。这些渴望啊，就是我们信心的来源。那我的信心是什么呢？就是相信自然规律。这个世界变化才是永恒的。那现在很糟糕啊，糟糕到极点了，那物极必反呢，对吧？老天爷他不能总是折磨你吧，那肯定会有转机的。说不定啊，你现在经历的就是给未来你要做的事儿铺垫的。那就像大家现在能听到这个音频，能听到我的声音，能看到我分享的内容，但是在10几年前，你要告诉我你将来要做这个东西，要分享给大家，我是不敢想象的。怎么可能啊？在一开始啊，我都不相信自己真的能好。所以在当时啊，也是走了很多的弯路，花了很多的时间去后悔抱怨。其实现在来看都是没必要的。人生啊，就是没法想象的。很多事情在我们遭遇到它的时候，是不知道它真正的意义是什么的。不知道啊，就不知道吧。那我们现在既然遇到这个问题，就去解决这个问题，然后去期待一下，带着好奇心看一看时间它的魔力，看看康复以后的自己会变成什么样。说不定啊，你会很感谢有这段经历呢。3大法宝啊，咱们说完了，咱们就来看看这本书维克斯医生给患者家人的建议。因为焦虑的朋友们啊，自己是很痛苦的，但是家人啊是很难感同身受的。你看啊，明明体检的结果好像没什么毛病，但是好像看着你吧，又觉得你很痛苦。在家人的视角之下呀，就感觉哎呀，他怎么一下子好像变了一个人，怎么变得这么封闭，情绪这么不稳定，是吧？动不动就发脾气，每天呢还耷拉着个脸啊，经常哭，是吧？身体也日渐消瘦的。看到家人变得这样，都会很心疼的，但是又不知道怎么去关心更好。有的患者家人呢，就会经常给患者讲很多大道理。其实你越说大道理啊，越让这个患者自己觉得好像是不是我已经变得不正常了。作为家人，真的不用说的很多，而是什么呢？第一啊，就是多倾听，让他说出来，这就是一种疏导啊，一种宣泄。多陪伴，适当的去表达你的同情和理解。第二呢，就是也可以根据他们的情况啊，给他们找点力所能及的事儿去做，让他们感觉到自己也是被需要的，也是有价值的，也不是说完全不正常了，完全丧失生活能力了。平常的事儿也是能做的，让他们感受到自己的存在还是很有意义的。第三呀，不要劝他去抗争啊，不要天天去给他们打鸡血。你要战斗，你要努力，不是的，而是告诉他们呢，平静的接受，效果会更好。现在啊，就别给自己什么要求了，是吧？什么也不用担心，没事的。无论你怎么样，我们都会永远的在身边陪着你。在这种时候啊，其实情感上的陪伴和支持要胜过千言万语。接下来啊，咱们就来读一下这本书的第32章。在这章里边，维克斯医生就简短的把患者该做的和不该做的就列举了一下，咱们一起来听一听。第一，不要逃避恐惧。当你足够了解它，就发现它不过是一种身体的感觉而已，不要被感觉吓到。第二，接受所有这些奇怪的感觉，不要抗争，而是飘然的把它们抛在脑后。说白了啊，就是轻松点来看待他们，不要天天跟面对一个敌人一样，天天总想着怎么对付他们。第三，不要自怜，觉得自己好可怜好倒霉啊，是个受害者，没必要，就是面对问题解决问题。第四，尽快解决你的疑惑啊，如果没有办法用行动去解决，那咱们就换个角度来看问题，就是不要让自己陷入这种反复纠结的内耗当中。遇到问题呢，可以多问问专业的人，可以去求助，也可以自己买本书查一查看一看。第五，不要浪费时间去想
要是当时怎么样如果怎么样，那自己也就不用受这个罪了。这些后悔没啥意思。第六，找点事儿做不要总躺在床上胡思乱想。做事的时候呢，心平气和，不要急躁，不要总想忘掉，总想摆脱自己的痛苦，带着它一起去做事就可以了。第七，接受你的强迫想法，暂时允许它们存在不要抗争，不要总想把它们推开，就让时间去完成，想法会自生自灭。第八，康复不是纯靠自己的努力不要总想着完全的依赖自己，该接受帮助咱们就去寻求帮助。第九，不要天天的去计算自己的进步，也不要总想着自己已经痛苦了多长时间了，只要走上了正确的方向，那就是时间的问题了。第十，无论怎么反复，都不要认为自己已经失败了，下一次一定会更好的。就算是失败，那失败也是通向成功的必经之路。最后一条建议就是面对、接受、飘然、等待。这本书的内容咱们就讲到这里了。咱们最后呢就总结一下这本书。相信大家一路听过来对焦虑症有了一个初步的了解，大概也知道了应对的方法和自己调整的方向。但是这本书呢它也有缺点就是它成书的年代比较早嘛，具体可操作的方法这里边说的很少。不过没关系咱们接下来要讲解的书籍呢全是具体的方法，这是目前为止最全面最科学的这本工具书焦虑症与恐惧症手册。好了，今天呢咱们就说到这里了。最后我们就用焦虑症的自救最后一句话来结束这本书的讲解。当我们学会与恐惧相伴而活时，我们就会无所畏惧。我是安大雄，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下期再见。